这是一场生存战役，人类要对抗极端天气。福卫7号比较精确的数据，对于天气预报来讲，就是台风的生成，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台湾与美国联手打造最尖端的卫星系统。It will carry the most sensitive GPS receiver ever made for a spacecraft. 台湾太空中心的团队克服万难，准备把福卫7号送上太空。停，压到了。对，6枚卫星必须赶在10程之内运抵美国的发射场，确保火箭顺利升空，并且毫无差池地完成卫星部署。每一步都攸关成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失败的空间。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一群身份特殊的 VIP 准备登机。福卫7号的6枚卫星即将飞越14000公里，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国家太空中心的先遣人员随时待命，但是相关的设备是否已经打包就绪？精密的卫星能否挺过长途的飞行？福卫7号计划主持人朱重惠，他得压阵，确保先遣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我大概会留在台湾一阵子，然后就是看有没有什么该解决的一些事项先解决，然后之后就会去发射场跟团队会合。距离卫星发射日期还有2个月，福卫7号已经搭机起航，但更重要的关卡还在后头。正当太空中心的团队距离发射目标越来越近，一群年轻的生力军的太空梦想轮廓也逐渐清晰。小时候就是有想过要当太空人，然后也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科幻类的东西，所以就是一直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然后记得一下。他是中央大学太空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学生游彩如。他在高中参加科展的时候，就曾经使用福卫7号的前一代福卫3号的卫星资料。我那时候高中论科展就是利用福卫3号的资料，然后去观察冰岛艾亚法拉火山喷发之后天气的变化。现在他跟同学一起学习，从头开始设计完整的卫星计划。他们要在台湾南端的垦丁架设一个高准度 GPS 接收站，模拟卫星上的接收器。This class is called Space Mission Design, and the idea is to give the students an idea of both the science behind the mis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lso understanding how to technically implement the mission objectives. 张启维是中央大学太空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教授，这是台湾第一个钻研太空科学领域的学术殿堂。开机 OK 吗？可以。天线要架在那个我们这栋大楼南边。下去了。就像福卫7号一样，他们也准备用 GPS 讯号推算大气数据。天线的同轴电缆跟接收器 OEN719 连接，那接收器正常，设定云端跟硬碟同步哦，所以1个月会有1.5 TB 的资料。It's been a very good lesson for them, also understanding some of the complications that might occur if we were to launch this GPS receiver into orbit. And so I hope that, we'll have a thriving space industry here in Taiwan, and our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actually being able to design, to integrate, to test, and to launch a small spacecraft. 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当然是希望可以接触更多这方面，我会觉得很棒。对游彩如跟他的同学来说，这些只是学习过程的一小步，却是他们迈向太空梦想的一大步。3, 2, 1, 0, booster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Discovery. 很多人的太空梦都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实现的。NASA 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太空船就是在这里发射，成为人类梦想升空的起点。这次搭载福卫7号的猎鹰重型火箭更将进行一项创举，
首次使用回收的火箭推进器进行发射，这也是美国空军首度委托 SpaceX 执行卫星发射任务。来自不同单位的24枚卫星将一同展开这趟太空旅行，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24 satellites, 4 different burns, 3 orbits for deploying missions. We're really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And the NOAA team, that has pulled together all of the different engagements across the company to Taiwan, being able to integrate those spacecraft and prepare them to go, really allowed us to drive a partnership across the board. 对台湾的太空中心和美国的海洋大气总署来说，关注的焦点就是计划中的那6枚卫星。We're very excited that we're now at the cusp of launch. Cosmic 2 Formosat 7 is going to provide us temperature and water vapor data in high resolution. That's going to really help us predict the typhoons, cyclones, and hurricanes and other potentially deadly storms better. 过去2个月来，台湾国家太空中心的人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不眠不休，为了福卫7号的发射战战兢兢。那在这边过来以后，也是有一些 up and down， 有时候schedule 慢点，有时候 schedule 快点，然后呢，同仁都是加班把它完成。台湾航太领域的学者们也亲眼见证福卫7号的发射，像张启维教授就带着学生来到甘乃迪太空中心。这是那个 Saturn 1A 上月球 Saturn 5之前的那个前一代。How often you get to see an actual rocket launch for an actual mission? And when students come here, they get to feel the sense of excitement, feel that sense of anticipation that everyone is feeling who's involved in this mission. 兴奋地诉说亲临现场的意义。他知道火箭发射往往伴随着极高风险。High vibrations, high shock, and adverse thermal conditions. Yes, there are a lot of risks. For every component you have, there's always a certain probability of failure. 天气也是风险之一。佛罗里达是全美发生暴风雨频率最高的地方。前2次发射都因为天候恶劣而被迫延期，而福卫7号发射前一天也雷电交加。发射前一晚，整测组组长陈维军再次跟台湾的同仁联络确认细节。明天我们在控制室做倒数。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火箭能不能如期发射？卫星升空后能不能顺利运作？福卫7号的成败与否，倒数24小时，即将见分晓。台湾国家太空中心的团队已经完成了发射前的所有准备工作。福卫7号6枚先进卫星蓄势待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也已经在发射架上，表定在几小时就要发射升空，但任务能不能成功，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卡纳维尔角旭日东升，感觉是个好兆头。对陈维军来说，团队10年的心血能不能画下完美的句点，今天就是关键。其实我心情还蛮复杂的，但一方面很开心哦，因为终于等到这一刻了。跑步跑了这么久，我终于可以把这个棒子交给下一棒。明天之后就是另一段新的开始，也是新的挑战。但这场接力赛想顺利交棒，必须先确保6枚卫星挺过最严酷的太空考验。福卫7号将聚焦地球正面临的极端现象，从台风到太阳风暴都是观测范围，同时要增进我们对大气的了解，进而提升天气预测的准确度。但这能否有助于改善预警系统，降低致命天灾对人类的威胁？2004年底，印度洋的超大海啸夺走了20几万条宝贵的生命，财务损失高达100亿美元。Because there wasn't any kind of tsunami warning system there, a lot of deaths are really unnecessary. 新加坡大学流体力学专家刘立方研究海啸已经有长达数十年的经验。Along the east coast and west coast of the 他带领研究团队，利用实地调查与模拟实验同步并行，
希望能够改善海啸预测模式，拯救更多人命。目前的海啸预警系统靠的是浮标跟海床测压器，但是架设与维护这些感测装置不仅所费不赀，涵盖范围更是有限。尤其刘立芳担心，菲律宾外海的马尼拉海沟里正酝酿着一股巨大的威胁。If that particular subduction zone ruptured and could generate large tsunamis that will affect Taiwan's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South China Sea area. At present, there's no sensor network established in the particular regions. 福卫7号可以解决海啸感测装置覆盖有限的问题。当海底地震发生时，水面会有扰动，这个扰动会传导到大气层跟电离层，而且传导速度比在海水中要快。That means that you can actually capture these waves ahead of time of a actual tsunami arrive. So that buys you a little bit more time, and then you can predict where and how big these waves could be at the target location. 福卫7号能在海啸到达前测量电离层波，可以涵盖没有海啸感测网络的海域。这样的数据若掌握在像刘立芳这样的专家手中，可望能救人无数。但福卫7号能不能更进一步协助科学家投入地震预警呢？全球平均每年发生1万多次地震，强震往往导致严重的伤亡与财物的损失，而台湾就位在许多断层带上。台湾的地震的特性，还有台湾的电离层的位置，让我有一个机会去接触这一块。刘正彦是中央大学教授，是全球顶尖的太空科学专家。过去30年，他埋首钻研电离层物理学，同时担任福卫7号的科学顾问。电离层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对电磁活动特别敏感。刘正彦和他的团队研究了台湾20起大地震发生前几天的电离层数据，研究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发现，其中80%的地震发生前，电离层电子浓度都有异常的变化。福卫7号未来的资料将有助于地震前兆的进一步研究。福卫7号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利用这个离子束仪去量测电场，也是第一次全球人类可以掌握所有大地震发生之前，除了电子浓度发生以外，它的电场啊这些变化。就是对我们的地震前兆去做一个很进一步的一个研究。我量测的长度是这。刘正彦教授与全球许多科学家正致力解开地球种种复杂的现象，希望能拯救更多的人命。福卫7号所能提供的可观数据，渴望替相关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进展，但这一切的希望先决条件都寄托在火箭顺利发射之上。卡纳维尔角的夜幕低垂，众所期待的这一刻即将登场。猎鹰重型火箭准备执行它第3次发射任务，这也是首次使用回收的火箭推进器。同一时间，台湾国家太空中心的所有人员同步待命。肖文宗是福卫7号的操作指挥官。他将带领控制中心的团队，负责发射后与卫星群的通联。一旦有任何状况，他们也会立刻察觉。卫星要发射会越来越紧张啊！新生儿要诞生之前就会忐忑不安，不知道他生下来之后是不是健康。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说6颗卫星诞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突然间，控制中心接获紧急通知。发射延迟到美东时间凌晨2点半，但发射窗口只到凌晨3点半。如果到这时间还无法发射，今天的发射任务就会宣布取消了。攸关着数亿美元的资金，还有台美国际团队10年的努力，要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
卫7号是突破性的卫星系统，会大幅改善天气预报的能力，进一步掌握太空天气，甚至拯救人命。但火箭要能顺利升空，卫星也能进入预定的轨道，才算大功告成。发射正要倒数计时，甘乃迪太空中心却宣布再度延后。如果凌晨3点半之前没有升空，整个发射计划又要延期。在台湾太空中心的团队焦虑地等待着。就在2点半之前，所有人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4, 3, 2, 1, 0. Ignition. Ignition. 在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操控室内，肖文宗与控制中心的成员同步紧盯火箭的发射过程。SpaceX 尝试着让3枚助推器都能重回地球，其中2枚辅助火箭顺利降落地表。See that coming down on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 但难度最高的是回收主火箭，原本计划降落在海上平台，可惜功败垂成。但对于福卫7号团队来说，他们最期待的时刻是在火箭发射后的90分钟，也就是6枚卫星要脱离火箭，开始绕着地球飞行。So we should have 3 good views, and there goes the first cosmic satellite. Satellite 5 deploy confirmed. Right on time. Here it goes. Cosmic 2 satellite 4 is on its way. 6枚卫星顺利进入轨道，团队成员稍微松口气之后，马上就要再聚精会神紧盯荧幕。他们必须与6枚卫星通联，确认卫星发射后的健康状况是良好的。卫星第一次通联将透过澳洲的达尔文地面站与台湾控制中心联系。他们将要逐一与卫星建立连线，并且启动卫星上的太阳能板。等一下，第一个 pass， 达尔文的 pass 呢，如果有电流的话，我们就可以确认 panel deploy。但遥远的卫星唯有进入通讯范围，才能与地面联系。通讯时间仅有短短10分钟。他们试图跟1号卫星连线，讯号却仿佛石沉大海。眼看时间有限，只好先换2号卫星。1 of 2 on。他们顺利联络上了2号和3号卫星，但1号卫星仍旧无声无息。控制中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卫星第2次经过达尔文地面站，但这次的通讯时间更短。The next contact only 7 minutes, very short. 他们又试图联络了1号卫星，还是无功而返。4号、5号、6号卫星也都有了消息。他们确认提供动力为电池充电的太阳能板都正确就位。眼看5枚卫星已经全部上线，唯独1号卫星仍然音讯全无。那这下我们就稍微紧张了一些，因为2个 pass 都没抓到的话呢，这个第1个卫星到底要到哪里去了？如果701还是没有下来的话，就假设说卫星是不是已经到安全模态去了？卫星第3次进入通讯范围，这次将通过台湾的地面站。肖万宗团队再次呼叫1号卫星。眼看时间1分1秒的过去，大伙的内心忐忑煎熬。就在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台湾站的这个台南的2个站跟中立站呢，都抓到了福卫的7号里面的第1个卫星，它的讯号了。失联在外的1号卫星总算对家乡发出的讯号有了回应。达尔文地面站可能设错了无线电频率，不过有惊无险，6枚卫星都归队。
而且运作正常。现在当然是松了一口气啊，而且健康状况也十分良好。基本上这个卫星大概就是前段这个部分事实上就完成了。接下来，国家太空中心的控制室得24小时全天候监测卫星，确保它们正常运作。未来几个月，团队更要操控卫星，让它们逐步进入最终的轨道。这些卫星搜集到的资料会送到台湾中央气象局，跟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处理。此刻，对在佛罗里达的夫妻团队来说，任务已经完成，终于可以开心庆祝了。朱重惠、陈维军与太空中心的同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国家太空中心也将迈入下个阶段，持续对全球科研做出贡献，在世界舞台为台湾擦亮招牌。台湾在科技的实力，全世界也都尊重。所以也会鼓励说，下一辈的年轻人也要掌握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机会，喜欢科学。我觉得科学是人类进步一个最大的动力。福卫7号让人类得以从更高的视野了解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也启发下一代对学习抱持渴望，对未知充满好奇。历时10年的国际合作，台湾国家太空中心与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同心协力，完成了福卫7号的使命。目标是预测天灾的影响，拯救更多宝贵的生命。我们台湾人对全世界人的贡献不可以被忽略，这个福卫7号就是这样子。台湾团队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这一刻令人永难忘。我是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 moment， 这样子的 moment，是很容易凝聚大家的向心力或团结力。像这个金字塔这样堆起来，下面一定很稳固，因为慢慢的堆到上面，总有一天你会堆到最上面阶段。国家太空中心的团队齐心创造了傲人的成就。10年前，福卫7号还只是个愿景，而今天成为最精准的太空温度计。每当我们仰望天际，6个太空尖兵也正守望着地球。他们是福尔摩沙卫星7号，来自台湾，在全球气候变迁的生存之夜里与世界并肩作战。